别人穿越做开挂主角，而我却穿越到大明灭国皇帝崇祯帝身上。但我要改变国运，让八方来和，万国来朝，为大明再续命300年。李邦华吃过一顿饭后，崇祯开口询问关于效法祖宗用人办法的建议。李邦华毫不犹豫地表示能够实现，但条件是要清除阉党、东林党等大臣。这一说出口，仿佛一旦激起千层波涛，震惊在场的3人。方正化兴致勃勃地注视着李邦华，王承恩疑惑地看向他，而崇祯则淡定自若。崇祯随即表示愿意杀掉阻止的人，并对李邦华发出承诺。李邦华却在这时表现出一种犹豫和顾虑，他深思熟虑地指出，朝局复杂，各地军队问题丛生，而阉党、东林党等势力也难以撼动，整顿兵政非常艰巨。崇祯对此淡定回应，表示朝局的事情会由他来处理，杀掉阻止的人是他的责任。李邦华被这位新帝的果断和坚定所打动，最终答应了这个危险而重要的任务。在崇祯的安排下，李邦华获得了宫境内的自由，并得到了特殊的牙牌。崇祯同时托付给方正化和李若莲保护李邦华的安全。随着李邦华的离去，崇祯的压力减轻了不少。历史上，崇祯曾在党争中整顿经营，展现出改革的决心。此刻，崇祯期待着李邦华能够为整顿兵政带来新的活力和成效。在北京城内，李邦华接到了任务后，与随行的4名亲信一同行动。他深夜悄然离开客栈，深入市井，融入人群。李邦华在街头巷尾行走，感受到这个曾经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。他巡游在大街小巷，聆听着百姓的议论。经过一番时间的观察和倾听，李邦华逐渐领悟到，百姓心中所看到的新帝正是希望的象征。李邦华也对崇祯的决断力和改革措施感到疑惑，但他决定先专心致志地履行整顿兵政的任务。这一日，崇祯在坤宁宫睡得正香，就被王承恩急促地叫醒了。醒来后，王承恩的第一句话直接让还迷糊着的他瞬间跳了起来：“李邦华李大人出事了！”刚刚李若莲来禀报，说是李邦华大人住的客栈走水了，然后李大人出客栈的时候，有10数名黑衣蒙面人冲过来就砍，4名负责保护李邦华的人立刻反击，李邦华趁机会骑着马冲了出来，那批人分批追了上来，一直追到了宫门口才散去。李邦华逃跑中腿部中、胳膊各被砍了一刀。崇祯听闻李邦华的遭遇后，怒不可遏，眉头紧锁，仿佛满腔怒火即将爆发。崇祯下令传召各大衙门的官员，要求他们立即前来午门见朕。李若莲将客栈所属区域的夜巡人员全部拉出，重打10军棍，所属区域的指挥、副指挥、吏目全部押入诏狱，没有朕的允许，谁都不允许见。崇祯下令对5城兵马司的责任人进行了严厉处罚。午门前的广场上一片凌乱，崇祯独自沉默片刻，然后转身回到宫中。在乾清宫内，崇祯站在窗前凝视着夜幕中的北京城，心中燃起了怒火。李若莲跪倒请求责罚，崇祯却摆手示意他起身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冷静地说：“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朕的错，是整个朝廷的错。”次日一早，李若莲前来报告昨夜事件的调查结果。崇祯听到东城兵马司的指挥赵松江的供词后，心中冷笑，这只是一场政治斗争中的一幕。倪文焕只是个替死鬼，魏忠贤的五虎之一崔成秀很可能是真正的幕后指使者。李若莲的陈述让崇祯眉头紧锁，但他意识到事情可能更为复杂。他对倪文焕的死不以为意，反而更坚信此事与魏忠贤密不可分。李若莲建议追究责任，但崇祯却摆手：“这事到此为止，我们暂时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，这笔账我们过几天再来算。”此次事件牵扯到的不仅仅是李邦华的个人安危，更关乎朝廷的声威和稳定。崇祯决心彻查此事，为李邦华伸张公道，也为朝廷的清明和公正发声。在北京城，各个衙门纷纷展开调查，夜巡人员被重新审查，兵马司内部也陷入了紧张和不安。崇祯的决断让整个京城的官员们感到了一股风暴即将来临。在夜色笼罩下，皇极殿显得更加肃穆庄重。崇祯带领众臣徐徐而行，皇极殿内灯火辉煌，映照着龙椅上的崇祯庄严肃穆的容颜。众臣一一参拜之后，崇祯淡淡开口：“昨夜京城喧嚣非凡，相信你们已知晓其中缘由。现在，朕想听听你们的看法。”崇祯的目光扫过众臣，沉默笼罩殿内。陷入僵局的氛围中，李若莲被传唤入殿，述说了调查结果。崇祯坐在龙椅上，凝视着群臣，等待他们的回应。杨所修站了出来，弹劾崔成秀。众大臣心中不禁一凛，这是逮着崔成秀不放了，非得将他弄死不可。崇祯沉思片刻后，直接责令崔成秀辞去兵部，将5城兵马司改为5城巡城司，由崇祯亲自统领，引起一片震动。陛下，5城巡城司管的都是家常小事，何不划入经营？张维贤意外出声，
引起一阵议论。崇祯面色沉凝，坚决拒绝了张维贤的提议，同时对武城巡城司的职责进行了详细说明。这次的决定让众臣有些疑虑，但也无人敢再提议。崇祯继续处理追杀李邦华一事，对倪文焕的罪行做出了严厉的判决。众臣虽然内心震惊，但无人敢质疑皇帝的决断。最后，崇祯将武城巡城司的掌权交给了李邦华，提升其职位。对于追杀李邦华的小卒，崇祯也做出了严厉的处理。回到东暖阁，崇祯解释了自己为何亲自执掌武城巡城司的决定。他强调了该机构的重要性，不仅涉及治安和市政管理，还有搜集情报的职能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京城陷入了一片紧张的氛围。英国公深谙局势变化，他的表情显得庄重而沉思。他明白新帝的意图看似封赏，重用魏忠贤的表面动作，实际上是为了迷惑阉党，掌握全局。他思索着皇帝的底牌是什么，同时京城内外的动向也让他警觉。金营大营内，张维贤心中波澜涌动，英气逼人。他深知天要变了，皇帝的计划终于要付诸行动，命令勋贵们散去，回去继续操练经营，强调不得擅离军营，否则按叛逃罪论处。回到大营主帐，张维贤尚未坐稳，就接到一名信卒传来的消息。消息源自广平府从台驿，由一族奉命传递。广平府是英国公府的势力范围，他的心中升起一抹不好的预感。消息透露，白干兵经过真定府，人数不详，装备看似白干兵，已经越过真定府。这消息震惊了张维贤，白杆兵意味着皇帝动真格了。他不禁思索起皇帝的底牌究竟是什么，同时也感受到了危机的临近。为了稳定形势，张维贤下令众将领暂且退下，然后面对信卒了解更多情报。他洞悉了皇帝的意图，调动白干兵是为了清除阉党，特别是魏忠贤及其亲信。他们在朝廷中占据30%大臣，联合可动员21位，以及其他部分兵力，形成强大的势力。新帝计划利用白干兵进京，削弱阉党的力量。张维贤暗自思索，决定对抗阉党。他计划在明日早朝时弹劾阉党成员，先从兵部尚书崔成秀入手，然后推荐李邦华担任兵部尚书，以制约阉党的影响。他清楚白干兵的实力，加上其他京城力量，相信可以在形势的漩涡中站稳脚跟。张之吉虽然一度迷惑，但随着父亲的解释，他也逐渐明白了形势的复杂性。父亲对他的部署要求严格，要他留在大营监视金营将领。他还要求布置大量人马，盯住21卫、天津卫以及辽东方向的卫所，以确保任何异动都能第一时间通知。第二天，朝堂上气氛紧张，英国公张维贤站出来，开始新一轮的谈判。他提出了对兵部尚书崔成秀的6项罪状，其中包括居身贿赂、贪污、构陷忠良、擅朝政等。张维贤的言辞锋锐，将崔成秀的罪状一一点破，令众臣心中震撼。在英国公的弹劾下，众臣纷纷出班陈词，对崔成秀的罪行进行严正指责。崇祯听罢，脸色阴沉，心中暗自庆幸有英国公站出来，否则这场风波可能不会如此迅速揭开。英国公随后展示了一叠罪证，包括卖官受贿的记录，让众臣无法质疑。他强调自己愿以英国公府数百余口脑袋担保罪证的真实性。其他几位弹劾的大臣也纷纷表示愿意以身家性命为担保。面对罪证确凿，崇祯下令将崔成秀推出西市菜市口行刑，英国公府的身家性命成了最坚实的担保。而对于其他贪污腐败的官员，崇祯决定彻底清理，抄家查办，确保清廉正直。英国公并未止步，他提议推举李邦华为兵部尚书，众臣附议。崇祯同意了李邦华先进为兵部左侍郎，暂领兵部。这一决定使得李邦华连升2级，让他感到幸福来得如此突然。